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狐狸钱包是如何被盗的，以及被盗之后要如何处理。最后会有一小段的实地演练来让大家参考。狐狸钱包如果被盗的话，不仅是里面的虚拟货币都会不见，它里面的所有 NFT 也都会被盗走。8月份有2则比较重大的新闻哦。第一则是一个 NFT 开发者，他被盗走的是6个 CryptoPunk。第二则是一个投资人，他被盗走的是 Bolt App。连专业开发者都会被盗了，我们一般的使用者更应该要注意。钱包创立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有2个哦，第一个是私钥，第二个是助记词。那私钥跟助记词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你创立钱包之后，你必须要有钥匙，你才能够打开。那这个钥匙就是你的私钥，也可以是你的助记词。那相对的，钱包因为只认钥匙，它不是认人，所以只要有人有你的钥匙，他就可以拿走你钱包里面的所有钱。另外一个常见问题就是狐狸钱包里面的账户1跟账户2到底是不是同个钱包呢？答案是对的哦。账户1跟账户2它们都是在同一个钱包里面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们是在一个钱包里面的不同夹层，每一个夹层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钱包位置。你在跟网站互动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的钱包是没有夹层的话，只有一个账户的话，那他就是直接授权给他2个以上的账户，你在互动的时候，他就会问你说你是哪一个账户要跟这个网站互动。所以当你的钱包被盗的时候，最好的做法并不是将账户1的钱转到账户2，而是重新创个钱包，再领一组新的助记词跟私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钱包是如何被盗的。钱包被盗的方式可以分成2类，第一类是助记词或私钥被骗走了。第二个方式是网站骗走你的授权，所以千万要记得，来路不明的网站要求授权的时候千万不要乱点。还有，如果说有人要你的助记词跟私钥的话，这一定都是诈骗。狐狸钱包最基本的自保原则就是，只要是进入设定这个地方的操作，都一定会出问题。第一个会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进阶功能的地方，进阶功能的地方有一个和行动装置同步。点进去之后呢，这边就可以显示出你的私钥，可以跟你的 APP 做联动，所以这是第一个私钥可能会外泄的地方。第二个会外泄的地方就是设定里面的安全跟隐私，这边有一个显示助记词，这2个地方就是你助记词跟私钥会外泄的地方。所以当你有操作到狐狸钱包里面有关于设定这选项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小心。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CryptoPunk 被盗的过程哦。主要的过程就是他透过 Discord 里面有一个不知名机器人传给他一个 CryptoPunk 连结，网站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，他一放松的时候就把助记词输入到钓鱼网站的 MetaMask 提示视窗里面了。被骗走 Bolt App 这个案例也是在 Discord 的群组里面被假装成客服人员拉到一个群组里面，被害者按照指示操作，透过分享自己的萤幕画面，再透过手机同步的功能将自己的私钥显示出来之后，账号就被盗了。那到底要怎样才不会被盗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要放松戒心哦。大部分被盗的时候都是在我们人放松戒心的时候。最后举一个实际例子哦，我这阵子在等一个钢弹的 NFT， 那加入这个社群之后呢，每天就会收到一大堆的私讯哦。看一下光是钢弹这个头型的机器人，就至少有5-6个。然后每个都是说已经开放了，已经可以先预购了。那我们就来被骗骗看哦。点进去之后呢，他带你到这个要预购的网站，这边呢就显示了1分多钟，赶快连结哦。时间1分1秒在过，数量呢一直在减少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做下了错误的决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钱不好赚，希望大家都要时时刻刻保持戒心。